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殷大吉。上一期内容我们从头到尾讲述了韩国绝命毒妇高佑贞谋杀了自己的前夫，并且在将近半个韩国的范围进行了弃尸的操作。被捕以后，所有的证据指向他的犯罪事实，但是事件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随着残忍杀夫分尸的事件被曝光，现任丈夫也恍然大悟，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几个月前突然的死亡似乎并不是意外。而高佑贞的心思缜密和凶残，让他再次成为了嫌疑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期内容，我们就来层层拨开事件的迷雾。高佑贞，你究竟还是不是个人？高佑贞和已经死亡的前夫于2013年结婚，并在2014年生下一子。随后因为丈夫受不了她的脾气而选择了离婚，儿子的抚养权归高佑贞，一直被安排在济州岛的娘家照顾。离婚后，在2017年，高佑贞结识了现在的丈夫洪某，并结婚。而洪某也有过婚史，他与前妻生下一子，与高佑贞的儿子同岁。离婚后，抚养权归洪某，这个儿子也是放在济州岛父母的家里照顾。两个人婚后依然过着二人世界。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高佑贞再度怀孕，但是很遗憾流产了。洪某说，自从流产之后，高佑贞的脾气就开始变得很奇怪，精神状态也不是很稳定。但是心想，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不会控制，又是自己的妻子，理解万岁嘛。之后高佑贞提出没必要再生个孩子，咱们都把儿子给接过来，他俩还同岁，可以一起上学，一同抚养。正好洪某这边5岁的儿子也多次表示希望能和爸爸同住，这件事很快就进行了落实。2019年2月28日，洪某就先行把儿子从济州岛接到了青州市的家中，心想着和高佑贞这个继母能够早点磨合，早点适应。那儿子到了以后，高佑贞的表现也看不出什么异样，但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却没有同睡，他以感冒为理由，自己单独睡另一个房间，父子俩睡一个房间。洪某也看出来高佑贞有心事，心想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子还在济州岛没有接过来，触景生情，或许心里在挂念，所以就不想和其他孩子同睡，也就没有放在心上。男孩在这个家中愉快地度过了2天，直到3月1日晚上8点，高佑贞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咖喱饭。吃完饭后又玩了一会儿，大概9点45分左右，洪某和儿子进入房间，把儿子哄睡以后，10点10分再从房间出来，到客厅看学习资料。期间，洪某喝了一杯高佑贞递上来的茶水，学习了大概2个小时。3月2日0点左右，洪某再次进入房间，躺在儿子旁边睡着。早上，洪某先醒过来，看了一下时间，是7点半。因为房间挡着窗帘，视线较黑，并且感觉自己依然非常的困，用余光大概扫了一下，看见儿子还在睡觉。因为3月2日是星期六，不用上班，索性也就继续躺下睡着了。又过了3个小时，10点15分左右，再次醒来，才看见儿子姿势没变，趴在床上，嘴角有血流出，并且已经完全没有了心跳和呼吸。做消防工作的洪某掌握急救的知识，马上将儿子抱起到客厅开始急救，并同时让高佑贞拨打急救电话。但是在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就已经宣告了男孩的死亡。后来被认定为是窒息而导致，警方分别对2人进行了调查。那洪某就说儿子头天晚上吃了妻子做的咖喱，然后正常去睡觉。而高佑贞就说，我根本就没和他们睡一个房间，第2天我醒得很早，但没发现那个房间有任何异样，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会突然吐血死亡。这2个人也没有什么充分的作案动机，又不存在直接的证据，并且经过检测也没有发现死者身上有任何药物反应，所以起初警方就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结论是因为洪某睡觉时把腿压在了儿子的后背，让熟睡中的儿子面部朝下受到压迫超过10分钟，从而导致窒息身亡。死亡时间大概是早晨5点左右。沉浸在悲痛中的洪某也就没有再做其他想法，默默地承受了这个结果。儿子死后，葬礼办在济州岛，原本夫妻2人决定一起前去，可是临出发的时候，高佑贞却突然改变主意，说不去了。到最后也是洪某自己一人回了济州岛，2人也因为这事件大吵了一架。那这件事情之后也就草草了结，直到洪某得知高佑贞杀害前夫的事情，并且在下手前是通过咖喱下入安眠药，瞬间让洪某警醒。何其相似啊！自己的儿子就是吃了一碗咖喱饭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死亡。于是，在2019年6月13日，高佑贞被捕并转到检方采集证据的时候，果断向济州地检递交起诉，认为儿子的死亡和高佑贞有关，
并质疑警方此前办案不积极。随后，警方也因为这个案件再次调查高佑珍，并初步认定案件是他做的。可是高佑珍坚决否认，说洪某儿子的死与自己无关。在彻底调查他之前，首先要确定男孩究竟是不是死于意外。大人在睡眠中压死小孩的事情有没有呢？有，但所有的案例都伴随着2个条件：一是大人在完全醉酒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所以对于压到小孩子没有感觉；二是小孩子不满2岁，身体还特别柔弱，无力反抗，导致发生事故。因为当初给出的结论是因为洪某在侧睡的时候将左腿压在了趴睡的儿子身上，导致窒息。洪某说，之前2人睡觉都会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的距离之下是不可能整条小腿都压在孩子身上的，最多就是一个脚踝。那警方直接测量了洪某在自然侧躺的情况下整个左腿的重量。洪某的身高是1.68米，65公斤，儿子的身高是98厘米，14公斤。而洪某的整个左腿压在物体上的重量最高是7公斤。根据物理学，这7公斤还会因为腿与孩子背部的接触面积，以及孩子的上半身与床垫的接触面积而被分散，不可能完全作用在口鼻或者是胸口几个点上。所以这种重量的情况下，专家给出的结论是造成死亡的几率非常小，除非是药物导致昏迷，然后口鼻一直闷在床垫里动弹不了。那这也就基本排除了这是一起单纯的事故。之后又根据照片发现男孩的背部有一些新形成的细小挫伤，应该是遭受了很强的外力形成的。又根据孩子面部的血液完整程度来分析，外力是直到确定他已经死亡以后才离开，所以没有造成死者在生前挣扎扭动，让血迹产生模糊。而这个凶手只有可能是高佑珍。于是警方再次重新调查案发时高佑珍的动态，果然发现了很多可疑的地方。案发的前4个月，2018年11月份，也就是高佑珍流产后不久，性格变得很古怪，2个人大吵了一架。从开始的面对面争吵，到后来的冷战发信息交流，但气氛依然很紧张。可是高佑珍就突然发来了一条与之前毫不相干的内容，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总是乱动压到我，这个习惯很不好。那当时洪某就感觉这非常的莫名其妙，这跟咱俩吵架有什么关系？但又不清楚他到底要干嘛。还是在那个月，警方发现他在药房买了4片安眠药，这个事情洪某是完全不知情的。如果是为了治疗失眠的话，就应该很快就服用才对。可是洪某没有见他吃过，不知道他买安眠药的用途是什么。案发之后，那些安眠药已经不见了。细思极恐的是，他在案发前1周，在网络搜索了关键字“窒息事故”。事发当天3月2日凌晨，在父子俩熟睡之后，高佑珍却并没有睡，在网络上的一个社区论坛发了一则消息，准备拍卖一些小孩子多余的用不到的物品。然后他就说自己是在早上7点起床，洗漱了一下之后，又去第3个房间打开电脑订了一张机票。去往电脑的房间的话，一定会路过2人睡觉的屋子，屋子门一直是打开的状态。那时候男孩已经死亡几个小时，但是高佑珍就说看到2个人正在睡觉，也没有进去打扰。于是，在洪某彻底醒来之前的3个小时之间，高佑珍一个清醒的人就在家里不知道在忙碌什么，只要他能迈进屋里看一眼，就能看到男孩已经流血的情况。可是即便到了10点，2个人都没起床，他也说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可为什么洪某父子都没有测出药物反应呢？高佑珍大学的时候主要读的是化学专业，或许是因为高佑珍在这几个月经常给洪某染发，染发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药物反应的检测，可是却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没有药物反应，这也是警方始终没有突破的问题。后期高佑珍通过自己的律师向外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对于男孩死亡的事情而引发的怀疑进行了全盘否认，说丈夫怎么可以这么怀疑我呢？我非常爱我的丈夫，绝对不可能拿这个小孩的生命开玩笑。如果真的是我做的，那我恳请法律判处我死刑。这句话听着就是这么耳熟。然后他还在本子上画了一家4口的幸福合影，但是这些在外界看来都是在做戏，试图营造一种自己很爱家的形象。而高佑珍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根据警方调查，高佑珍试图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改姓，将原本前夫的江姓改成现任丈夫的洪姓，
根据分析，这很有可能是高佑贞杀害前夫的关键之一。高佑贞在案发前的1个礼拜，也就是2019年5月18日，曾带着亲儿子到济州岛某室内游乐场玩，在登记儿子姓名时，竟然把姓换成了洪姓。根据专家的分析，高佑贞在心理状态上非常想让儿子过继成为现任丈夫的儿子，这样看起来2个离异家庭结合后就和一般家庭一样了。根据韩国的法律，如果更改儿女的姓氏，必须获得前配偶的同意。但离婚2年来从未见过的前夫姜某，为了能够获得子女探视权，动用了法律资源控告高佑贞，这也反映了姜某的爱子之心，根本就不可能同意亲生儿子改姓。在这个层面上，姜某的存在肯定就是高佑贞实现计划的绊脚石。当然，这只是专家的猜测。关于他的作案动机和犯罪心理，在韩国社会众说纷纭。分析犯罪心理这个事情是夹杂很多主观的，所以你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写在评论区。总的来说，事件的影响极其恶劣，但是2起案件，一个无法找到尸体，一个没有直接证据，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对高佑贞非常的有利，那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呢？从2019年6月1日他被捕之日起，总共经历了10多次开庭，坚决否认自己杀害了继子，只承认自己杀死了前夫，但那是在即将被性侵的前提下的自卫，而过失杀人。2020年2月20日，法院一审判处高佑贞无期徒刑，认定他有预谋、有计划地杀害自己的前夫。而继子死亡的案件，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所以最终认定无罪。高佑贞因不满判决而提起上诉。2020年7月15日，光州高等法院济州第一刑事部召开2审，认为高佑贞犯下杀人、损毁与藏匿尸体等罪名，因而维持一审判决。那以上就是韩国绝命毒妇高佑贞杀人事件的始末。遗憾的是，判决终了，却并没有让尘埃落定，但是罪人还是得到了制裁，即便这些制裁难以抵消人们心中的愤怒。用一句话作为视频的结尾：愿世间没有罪恶。那就这样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还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3连支持一下，我谢谢你了。